露思隐神白发造型曝光，王安玉公主被子顶撞吴磊，还有白发造型。赵露思、王安宇、李云瑞主演的《神医》，虽然才开播几天，但天天路透都停不下来。虽然剧组极力杜绝代拍，但几乎防不胜防。路透社还在天天曝光，不是吗？又有新一波路透了，还是白发阿银。赵露思的白发造型一曝光，网友们立马将迪丽热巴和杨紫的白发造型进行了对比。可以发现，杨紫的白发比较简单，而热巴和赵露思的则明显复杂一些。这三个人的白发，你更喜欢谁呢？不仅有白发造型，男主王安宇公主抱赵露思的路透也曝光了。我们阿银怎么了？看起来好弱，似乎仙侠剧的标准法则在隐神里都逃不掉了。动画也长这样，大家觉得王安宇的王妃抱男友怎么样呢？网友热评，感觉快撑不住了，感觉像是在商场偷了女模特。也有网友暗示出我们星寒灿烂中的花式公主抱。不得不说，吴磊的核心力量和臂力真的是一流的。既然提到了星寒灿烂，那我们也来看看和路透同框的赵露思和李云瑞两位搭档。我们和袁都同再会，只是我们李云瑞这一次还是爱不上他，真的心疼我们的小狐狸在线。隐神里的路透真的很多，就不能一边拍一边播吗？星光灿烂，吴磊素颜面目全非，赵露思红裙喜庆，脸却又圆了。期待已久的群星璀璨，剧组在前段时间部分剧组停拍后，终于等来了男主角吴磊的回归。正如工作室所说，30哥这次的伤势并不严重。从拍摄现场的路透来看，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。女主赵露思一身红妆，一脸幸福。吴磊脸色更深，却不认识他，给人一种余波中硬汉的感觉。之前吴磊就被烟花之类的东西烧到脸了，经紧急送往医院救治，目前无大碍。他昨天回到组里被安排化妆，不过不知道是几天没见还是怎么的，定妆视频里的吴磊都快认不出来了。照片中他刚刚先梳妆打扮，身上还穿着一层薄薄的白色内裤。从大楼里出来，戴着口罩，他眉眼凝重，从容不迫地走进车里。可能是最近天气实在是太恶劣了，所以吴磊也难逃被晒黑的命运，眉毛也稍微粗了点。一开始还真是要多想想。伤愈之后的他已经精神抖擞，整个人的神态上更像是一个硬汉。从官图也可以看出，他饰演的连甲子一角实力出众。之前打的阿什利猎鹰就更惨了。赵露思红裙喜庆，脸却又圆又圆。这部剧原著的叙事跨度比较长，所以拍摄周期很紧。吴磊没回来之前，赵露思的路透不少。最新一幕，她身着一袭红裙，头发盘成汉式发髻，幸福地望着远方。大红色最适合人的肤色，赵露思白皙，搭配这身装扮，就是从花卷里走出来的美人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在白凤喜之后，她好像胖了一些，脸也圆润了一些。但事实上，在看到一张她靠在门框上的照片后，我不会这么说。那张照片还是正面照，可以看到她的脸很光滑，身上穿着层层叠叠的衣服，腰还是很细的。自从出道以来，她时不时就会陷入这种发胖的境地，小圆脸照镜子真的是吃亏了。之前在节目中曝光过不到90的体重，线下看到她的人都会惊叹棱角分明。只是镜头对这张婴儿肥的小脸有些不友好，让她有些无奈。但据路透社报道，此次饰演程少商，她瘦了一个新高度，要把女主从少女演到成熟。赵露思这次挑战很大，和吴磊搭档也很重要。吴磊现身侯明昊类称良心剧《启航》，乘风破浪之时，讲述了新时代初期90年代初一群 IT 行业年轻人远赴海外创业的故事。第一个剧情一开始，吴磊饰演的小闯带着3个同事到影音馆卖中国卡。就在他们为自己的汉卡卡供不应求，生意兴隆而欣喜若狂时，工商突然前来视察。小闯让朋友跳窗，自己留下来承担全部责任。整个故事的序幕由此拉开。这一段的开头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小闯在接受检查时，
完全模仿了小马的神态，帅气的转身，再加上贯穿整集的那个时代气息，虽然看起来夸张，但也会让观众会心一笑。当然，前提是观众知道周润发的马哥是谁。汉卡这个词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也形成了一个热门话题。汉卡着实让很多看剧的人都摸不着头脑。剧中吴磊饰演的小闯和朋友一起卖汉卡的时候，一张汉卡要1000多块钱，这在当时是个价格，这是相当昂贵的，而且还挺火的，因为买它的顾客都是提前交了定金，所以根本不怕出问题。可见这张画下卡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。中文卡很重要，因为当时的操作系统都是英文的，中文技术并不普及，电脑需要用汉卡把系统汉化，转换成中文方便使用。虽然汉卡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在早期计算机进入中国的时候，它是很多 IT 企业的第一桶金。这部剧非常有心的地方在于，每一集的开头都用一个词来形容本集的精髓。比如第1集正容，讲的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，追赶潮流的人用他们的勇气、智慧和才华，开创一个新的时代、新的行业发展。侯明昊饰演的裴清华是一位在计算机领域极具天赋的人，小闯卖的汉卡是按照他的设计图纸制作的，因此他在倒卖汉卡中受到了牵连，和小窗一起差点被开除。为了保住工作机会，他和小闯以及同事们一起去完成卖电脑的任务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太多的磨难。虽然小创在营销活动上花了不少钱，但直到展会前几天才传出消息。直到他遇到了一个给他出主意的朋友，他才顺利完成了任务。他们的同事要么被骗出原形，要么被打，一个比一个惨。而裴清华就更倒霉了，他不仅不适应广州的气候，还经常生病，还被人骗去帮别人修电脑，样机的内存条被拆了，名单还被人盗了。最后还是在小窗的帮助下，还是靠着喝酒下单完成了任务。命令下达后，侯明昊饰演的裴清华泪眼婆娑的样子真是太棒了，委屈和得意在那一瞬间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严肃又活泼，幽默又有趣，很有代入感。作为一部年代剧，到目前为止，故事所讲述的时代非常贴切有趣，就像一个经历者用轻松而戏谑的语气诉说着自己的过去。演员还是不错的，吴磊的表现超出了尹月君的预料，他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个孩子，但在这部剧中，小闯这个90年代初的豪爽青年的表现着实可圈可点。侯明昊也是如此，他从没想过自己还能演偶像剧以外的角色，当然两者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毕竟和剧中的老演员相比，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太稚嫩了。这部剧的画面很有时代感，服装道具、背景音乐等等，让人有很强的代入感。化妆也很用心，每个人的穿搭都很统一，很有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。这部电视剧也算是今年为数不多的良心剧了，两位男主撑起了一个好故事。丁程鑫教吴磊撒娇，吴磊害羞低头，丁程鑫回应网友撞了。近日，综艺节目《快乐大本营》发布了一组花絮，而这组幕后花絮也引起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。从这段幕后花絮可以看出，丁程鑫真的很有综艺感，哪怕当一天导演也能 hold 住整场戏。丁程鑫教吴磊卖萌急眼，吴磊害羞低头，丁程鑫的反应让人震惊。近日，娱乐节目《快乐大本营》衍生综艺《大本营的秘密花园》公开了这段幕后花絮。幕后花絮显示，快乐大本营的工作人员为丁程鑫公布了一项任务，那就是1天的电影导演挑战。接到这些任务后，丁程鑫觉得太简单了，开始了自己的第1次挑战。首先出场的是双胞胎中的 RSA， 丁程鑫自信地说了一大段要拍的内容后，RSA 好像没听懂似的，问了丁程鑫几句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这个问题也让丁程鑫感受到了做电影导演的不易。看得出来，丁程鑫的小表情有些无奈，看小付还要更加努力。第2位嘉宾是吴磊，而吴磊的到来也让丁程鑫的一切都顺利了许多。两个人虽然之前素不相识，但是因为年龄相仿，
所以第一次见面就交流得很顺利。再加上都是男明星，所以整个拍拖的过程都很开心。不少粉丝也被两人的互动所吸引。相上看得出来，吴磊刚进来的那一刻，两人就显得有些不可理喻了，没有尴尬的气氛。丁程鑫接到任务后，开始给吴磊讲述自己的工作。看得出来，丁程鑫已经融入到替补导演的工作中了。然后开始正式的工作。丁程鑫按照步骤教吴磊录制 VCR， 录音要求假装在单反镜头前签下自己的名字。丁程鑫也为这个舞台亲自示范，吴磊在旁边模仿着丁程鑫的姿势，可见两人之间有着天然的默契。不知道综艺节目里会不会有这样的同情呢？随后，丁程鑫逐渐将下一阶段的内容传授给了吴磊。吴磊签完字后，还得对着镜头使眼色。这个手势刚说完就被吴磊反抗了。吴磊说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做这种动作，但丁程鑫还是想骗弟弟，坚持一定要做。无奈之下，吴磊只好同意了这个规定。在吴磊录制视频的整个过程中，丁程鑫都在一旁观察着吴磊的一言一行，甚至还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。这样的笑容也是粉丝们自主发出来的，甜甜的。没想到私底下的丁程鑫会这样，谁看见了都不喊几句。接着，吴磊很是诡异地对着镜头使了个眼色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不情愿，连标准的眨眼都不是，只是眨了眨双眼，害羞到粉丝都觉得超级可爱。没想到吴磊这么可爱，看到这样的一幕，粉丝们真的很感谢丁程鑫。丁程鑫看到吴磊眨眼后也很开心，甚至表示吴磊做得很好。看得出来，丁程鑫很喜欢这样的哥哥。两人在综艺节目中的互动也被不少 CP 粉看到，回应是如此强烈和甜蜜。没想到竟然看到了两人的合照，真希望综艺能开播。